续来看那增加这一节的原因就是我在前面跟各位已经讲过就是说要把各位同学的那个证明技巧把它强化一下那这一个所以我就把它多辟这一节。那这一节一般我在离散数学的课里面会特别拿出来强调那因为发现同学有需要强调这一块的能力，所以我就特别证明这一节那叫 proof 的一个 skill， 那你也可以叫 proving skill 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一个我们的课程设计师那帮我设计的比较花俏的版面导致我长出来就变一块一块的这个我用了一个去背的一个小技巧来跟各位做一个展示这样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有点一块一块的，没关系。那我为了因为这个是补充进来的，我就尽量把手写的部分减少那赶快跟各位做说明，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做 proving 的这一个方法的时候，就是说会讲说若 P 则 Q灰 Q 推灰 P， 就 P 推 Q那或者说是这一个灰 Q 推灰 P 恒等于灰 Q 灰P 或 Q 这样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证明技巧里面的一个过程这样好，那在政治表里头的话，那当然这些都已经会分析给各位看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正正法叫正正法就是说直接从 P 推 Q 就叫正正法，那或者说从灰 Q 推灰 P 的话叫什么？叫反正法这个叫反正法这样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灰 P 或 Q 这个叫矛盾正法这样所以同学就知道这样一回事那要弄懂它的一个英文的写法，因为这个都是在数学界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写法，所以这一块的话在数学界里面的话就是说那他们的就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写法，有没有？它就叫做好，我把这边的整理好一下因为这个整个工具就会造成一点小小干扰，好，没关系。就说正正法英文叫 the method of direct proof 那反正我叫 the method of proving the control positive 这好难念这好难念的一个英文说还是 EMI 你必须要会那再来矛盾正法叫 the method of proof by contradiction 那用这个整个这一个逻辑结构来证明这三个的架构这样那问题就说来了就是说那你问我说老师什么时候情况用哪一个方法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同的这个题目的话就会导致于这个不同的一个证明技巧这样证明的技巧就 depends on你的那个哪一个题目有哪种证法比较简单这样那原则上我在这一节里头就是说特别怎么样特别故意就找一个题目因为我记得 N 年前我到那个重庆南路那时候重庆南路有很多的书局，我就找竟然就说因为那时候也在教离散数学竟然找到有一个薄薄的一本那本书被我买下，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那本书里面就写说用同一个题目用3种不同的证法来证明这样那我们课程设计师是很认真就帮我把它排版成这样漂亮的一个画面这样所以我们来解这个题目，证明 x 平方减 3x 加2小于0则 x 大于0。你说这个不是高中就会的，我今天是要来教你的整个证明的一个方法那教你证明的方法的话就是说好，我来开始再回来手写，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 x 平方减去 3x 加2小于0你说把因式分解就变 x 减1那乘上 x 减2这个小于0这个没问题，有没有？再把因式分解那这是正正法，正正法就是说P 直接推 Q 所以你看这个叫 direct proof， 就是以前你们在国高中的时候这直接就等于说这个就小于这个式子。那你说那我怎么去看出这个的一个结构出来就是说我们分作3段来看有没有比如说那你就可以分作3段那这个3段里面就我要来分析我的落在3个区间里面落在3个区间里头这样那3个区间里面就是说有一个点是1
有个点是2，你看到，所以我们就有3个区间我们有3个区间，第一个区间是在这里，有没有？第二个区间在这里，第3个区间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这样。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明显的话就是说，那我的 A 这就把它当作我的 A， 那这当作我的 B， 有没有 ？A 等于1，那 B 等于2，那用这样来看，那这样来看，你说这个好像有点吹毛求疵，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要在训练你的那个证明方法嘛，训练证明方法，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来把这个问题把它很有系统化来做一个分析，有没有？所以你就发现说，那我的 X 会落在这里，也可能落在这里，也可能落在这里，这是我的 X， 所以 X 呢就会跟 A 相减啊， X 会跟 B 相减啊， X 减 A 啊，那 X 减 B 有没有？那落在第一个区、第二个区跟第3个区，所以你发现如果说 X 落在这个第一个区的话， X 减 X 就是说这个时候 X 在这里面，那当然 X 比1小，所以这是负的，都是负的。那这个负得正有没有？那如果说今天它落在第二个区， X 落在第二个区，那当然是它比 A 大，所以它变成正1，但是比 B 小负的，所以两个相乘得负号。那第3个就是它落在第3个区的话，它比 A 大也比 B 大，也就是比1大也比2大，都是正的，所以得到这样子。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发现一个现象出来。我解出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只要满足小于0的话，那它当然是落在第二个区，落在这个第二个区。那落在第二个区，那很清楚的就是说它是 X 是落在1跟2之间，它当然怎样 X 大于0。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证明技巧，这样。那我们反过来看，我要矛盾正法，所以这个反正法，这个不是，注意反正法跟矛盾正法是有它的差异性，这样。所以我们 problem show that 一样，x 平方减 3x 加2小于0 then x 大于0。那我现在用反证法反证法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命题是 P， 这是我的命题是 Q。好，那按照我们的证法是非 x 大于0，这是我的命题，有没有 Q？ 那恒等于怎么样？ x 小于等于0。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非 Q， 有没有？我们的非 Q 有没有看到？那很明显 x 小于0啊 ，x 小于0，所以呢，我就好把它我这边就因为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给你看，所以我就在这边有简单的做了一个什么？好，那这个东西有点影响到我的排版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你就发现说，我就画一条线出来，这是我的0，这是我的1，这是我的2，有没有？我有3个点出来。那3个点的话，那你看当我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有没有？这个是 x 怎么样？小于等于2啊。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怎么样？ x 怎么样？小于等于1啊。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怎么样？ x 小于等于0。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发现说 x 小于0， x 小于等于0，那当然就推到怎么样？ x 小于等于1and 怎么样呢？ x 小于等于2。好，所以这个用这个图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那这样就可以推出来怎么样？ x 减1小于等于0 and x 减2小于等于0，有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是在教你的证明方法，所以你就看看它的一个严谨性，这是一个，那当然就是当时我找到这本书也是觉得有点好玩同一个题目大家可以用3种证法来证明，有没有？所以这个是 x 减1，有没有？那 x 减2大于等于0，没有错，负得正，那就推出来怎么样？ x 平方减去 3x 加2大于等于0，那这个式子不就是等于什么？ x 平方减 3x 加2小于0，把它否定了那这就是我们的非什么？非 P所以也就是告诉我说非 Q 推非 P， 那恒等于怎么样？ P 推到 Q。你慢慢欣赏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做数学训练的时候还是要训练你那一部分，有没有？好，那我们最后来用矛盾证法说 prove by 这个 contradiction。那因为 prove by contradiction 一般同学是比较不容易
理解，也就是说会把这个矛盾正法跟反正法的话，就会把它混在一起。那也没关系，因为没有几个人会看出你的破绽出来，只有尤教授可以看出你在写作的破绽，有没有？那当然我不希望你在写作被人家看到破绽，所以我们就 suppose， 你看suppose 什么呢？ x 平方减 3x 加2小于0，有没有？那这个是我们的题目的事实，或者是我们的前提，有没有？它叫 NT， 就是它叫做，就是说这个它叫 antecedent， antecedent， 也就是说，那因为这边的空间比较小，比较不容易写，好，没关系，我再试着写看，它叫 antecedent， 这是前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前提，前提就是 fact 事实，那且怎么样呢？且我的 x 要怎么样呢？要小于等于0。那这样这个式子就出来了，就是说这个是已知的事实，好了，随便写，已知的事实，那这个怎么样？已知的事实，或者我刚刚讲，它就是我们的前提，已知的事实，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好，我就推出来怎么样？注意咯，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已知的事实跟前提，所以我们是非 P 或 Q， 那你现在把它先否定掉，就变成怎样呢？变成 P 且非 Q， 也就是说，我再看一遍，因为在我前面已经跟你们讲过，说这个分析过，它是本来是应该要真，你不信，你把它否定掉，就变成这个式子，有没有看出来？但是 P 是我们的前提，P 是我们的前提，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保留。那这个方法论是有稍微比较奇怪，没关系，就是说到时候你可以反复的收播这个节目，有没有？那因为它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数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整个逻辑证明的一个完整性，也就是说你任何科目只要用这一套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的这一个我们证明后来我们就叫做 propositional calculus 或 predicate calculus， 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个科，你即使是文史科的话，你用逻辑思维也要用这个思维，跑不掉。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实做一个 x 平方就小于等于 3x 减2，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假设怎么样，把这个假设成这是你的假设，就是变成是你的非 Q， 有没有？非 Q， 那 Q 不准你假设，你就要把它假设成非 Q， 所以呢，那非 Q 小于0，所以这个本身怎样？这个本身 x 是小于等于0，所以 3x 减2是小于等于什么？小于等于负2，小于0，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呢？可是那个but 怎么样呢？所以你可以发现怎样呢？就这个事实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我把它换一个颜色，有没有？那你发现就是说 ，but x is real， 它是实数那 it is possible to have 这个 x 平方小于0，所以这个就产生什么呢？这个就产生一个什么？一个矛盾。那你为什么产生矛盾？因为你很鸡婆，把这个东西给否定掉了，不准你否定这一块，我们看出来，不准你否定这一块，所以呢，不准你否定，所以 x 平方减 3x 加2小于0呢，就推出来怎么样呢 ？x 大于0，所以你一开始是承认这个事实，那否定这个结果，那正到后来产生什么天怒人怨，这个 x 平方小于0。跟什么呢？跟这个环境是这个我们的自然数的那个实数是产生矛盾的好，那最后我再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给你们看，有没有？做一次分析给你们看也就是说，这个 analysis approved by contradiction。那这个分析的结果就是说，我刚刚讲过说这一块本身就是我的怎么样？我的 P。那这一块怎么样？这一块是我的 Q。我的 Q 有没有看出来？那记得 P 推 Q 恒等于什么样？非 Q 推非 P， 那这个就是反证法，等于非 P 或 Q， 这是准分矛盾证法。
那矛盾正法的意思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就是说你不相信这个结果，好，那等于就是P 且怎么样灰 Q 有没有？那 P 且灰 Q 呢，很明显就刚刚讲这个是事实，我们的事实，或是我们的 antecedent， 我们的前提，有没有看到？好，那这个怎么样？那结果你怎样？你就将怎么样？将这个结论否定掉，有没有？你就不相信它，把它否定掉。好，那否定掉这样，那否定掉以后呢，你就开始这样一系列的推论。那一系列的推论，就像刚刚我们一系列的推论怎么样？那推论到后来产生怎么样？因为竟然发现太阳从西边出来，哇，天哪！你到底是在地球呢，还是在哪一个星球？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告诉我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式子，这个式子是假的啦，因为你不承认它，所以你就把它否定掉，所以它应该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就推出来什么事情？这个结果是真的，结果是真的，我们看出来，这个结果是真的哦。那这个等于是一个算很基本的很基本的这一个推论技巧所以就是说，那同学再慢慢的去 enjoy 一下，就是说一般我们的证明有3种正法：正正法、反正法跟矛盾正法。所以那很明显这个 P always keep its original form during the 什么 proving procedure。那特别强调就 P 本身就是没有变化没有变化这样嘿。所以整个在证明过程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3个东西，那尤其很多同学我讲完又可能还一头雾水那但是你们已经都会在整个从国中开始就用正正法，那甚至有些同学会用矛盾正法和反正法，但是中间最伤脑筋就是矛盾正法跟反正法的那个写法会纠结不清。明明用反正法，你讲它是矛盾正法，那明明是这个矛盾正法，你说你是反正法那这个就有需要再厘清因为它有它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严谨性这样那这一块呢就先到这边那后续有机会有可以来看看我的那个离散数学有更完整的一个整个证明那整个的一个 propositional calculus 跟 predicate calculus 里面的那个数理的那个课程好，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录那一块那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跟各位一起那个把这边把它强化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